紫禁城的速通记录保持者是谁？不是女主甄嬛，也不是卷王安陵容，而是早早躺平停止内卷的沈眉庄。别人宫斗又是唱跳又是抓蝴蝶，而咱们梅姐从发现怀孕到给孩子上户口，全程只用了3个100秒，一套漂亮的3连令人拍案叫绝。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拆解一下沈眉庄的松弛宫斗艺术。眉庄有孕后采取的第一个动作是收服温实初。自从温实初喝下暖情酒，犯下灭九族的大罪之后，就一直躲着眉庄。这期间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登门。这次要不是眉庄主动叫他过来，还不知道要躲到什么时候。这个行为就很符合温实初的性格，遇事犹疑不决，喜欢逃避。温实初站在门口不进来，眉庄选择主动开口打破尴尬。怎么不进来？怕我吃了你吗？瞧你的样子，倒像是和我成了冤家似的。张小龙老师浑身都是戏啊，这个怂得不敢进门的样子，梅姐姐看了都想给他来一脚。对，之前去甘露寺找环妹妹，她可不是这样的啊。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哦，不对，放错了。果郡王死啦，我温实初又有希望啦。什么？环儿怀孕了？昨天我还向她求婚来着。你若是生下这个孩子，我会照顾你们母子一生一世。温大人这个老六，请大家把双标打在公屏上。进门之后，温实初满嘴的微臣小主，试图划清界限。微臣不敢，不知小主叫微臣来。梅姐姐听了这些话也不走情绪，直接让他干本职工作，挂号问诊。温实初一搭麦，直接吓个半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眉庄却欣慰地笑了。看来我的梦竟成真了。这里有个细节啊，温实初在诊脉之后什么都没说，但眉庄却秒懂。这个反应说明他在诊脉之前心里起码已经有了90%把握。那么没有经验的他为什么会对这次怀孕如此笃定呢？这其实和6年前被诬陷假孕的事情是遥相呼应的。当年因为天真的自己对怀孕的反应并不是十分了解，刘本仅仅通过药物让他月信不来，加上喜欢茯苓做的酸梅汤，就让他误以为自己怀孕，掉入了敌人的陷阱。事后被囚禁的几个月里，他一定非常仔细地反复复盘整个事情，包括怀孕后身体应该有哪些反应。眉庄是通过敌人的骗局反向获取了甄别真相的能力，这让他在6年后面对同样的情况时拥有了绝对的自信和主动权。他知道这一次自己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错，所以眉庄的这份笃定自若也是经历了风霜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不妨再往深想一层，眉庄在叫温实初来之前心里就已经有了90%以上的把握，那么他让温实初过来把脉的真实目的就不是单单为了确认是否怀孕，而是为了拉他入伙。温实初作为整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必然是第一个被攻略的对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梅姐姐是如何3句话收服温实初的。第一句，封死温实初的退路，你可别跟我说这是灭九族的大罪。你不要告诉我这是灭九族的罪。这样的大罪你也不是第一次犯了。实初哥哥，罢了，我便拼命保全你就是。第二句，这是我的孩子，我会用尽毕生宫斗手段保他平平安安的活下来。第三句，实初，请你帮帮我，千万不要让他成为一个噩梦。大家可别小看这段话，这里面至少藏着4个眉庄的谈判小技巧。第一，他精准地预判了温实初最想要逃避的理由，这是灭九族的大罪。眉庄抢先说了出来，并且立刻否定他，然后带着温实初进入自己的叙事逻辑。第二，这是我的孩子，意思是我对他的未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所以你无权建议我放弃。这句话没有说出来的第2层意思是，这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我们的命运已经绑定在了一起，将温实初从局外人拉到孩子父亲的位置上，疯狂激发他的责任感。第三，他明确告诉温实初，我已经做好了为这件事情付出生命的准备，绝不退缩。这种勇气正好弥补了温实初性格上的温吞和犹豫不决。眉庄知道温老六这种性格，你不能等他自己想明白，而是要帮他下决心。这一点在2个人过去这么多年的相处中，导演也多次表现过。温实初遇到事情就慌乱哭泣，眉庄每一次都选择直接骂醒。第四，表达强硬态度之后再给一个甜枣，实初请你帮帮我，这和环妹妹每次遇到事情就喊实初哥哥是一样的道理。实初哥哥，罢了。眉庄自始至终都没有给温实初商量的余地，这不是商量，
而是一场温柔的命令。不得不说，拿捏温实初真的很简单，就这么轻描淡写3句话，温实初的表情就从满脸迟疑惊恐变成了视死如归。眉庄全程一共也就用了100秒。下个镜头就是眉庄的第2步，攻略皇上。眉庄在皇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跟彩月一起找镯子。那好好找找，看看我的镯子到底掉哪儿了。且不说镯子是怎么从碎玉轩掉到这么远的广场上，旁边还庄严地站着2排侍卫，这种玉镯子从手上掉到地上，难道不会摔坏吗？不过既然主打一个松弛，那这些逻辑漏洞眉庄也懒得补，他选择忽视逻辑，主攻感情。臣妾丢了个镯子，原也不打紧，只是臣妾进宫那年皇上赏的，所以臣妾舍不得。皇上是老情场人了，一听这话心里就明白了7、8分，但想起此前他每次出现在自己面前都是为了好姐妹嬛嬛，所以需要再确认一下。你平时都是冷脸素颜加消极怠工3件套，今天怎么特意化了妆，还换了件粉色衣服呀？娇而不妖，是好看。老登这个双标，同样是穿粉色，可怜的齐妃娘娘就被讽刺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请大家把公平打在双标上。眉庄知道对方是被自己挤兑怕了，所以给了个笑脸。你放心，这件衣裳今天就是特意为了套路你穿的。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皇上眼睛都笑没了。没错没错，他这次是来找朕的，朕就知道朕的魅力不减当年。等下，天上怎么会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儿？还是小心一点，再试探一下吧。朕的老脸可不能丢，这种小破镯子库房里多得很，以后丢了就别找了。意思是你到底是为了找这个镯子，还是为了找朕呀？这个老登依旧还是这么胆小，既然是要套路他，那就直接一颗甜枣给到位。眉庄直接使出今天的杀手锏，镯子丢了，情丢不得。我新买了一个咖啡机，你要上去喝杯咖啡吗？皇上至此终于确认了眉庄的心意，放心大胆地牵起了小手。眉庄全程只跟皇上说了3句话，就稳稳地拿捏住了，刚好和拿捏温实初那段剧情一样，全程也只用了100秒。为什么眉庄的宫斗手法如此丝滑？因为他和别人的套路都不一样，就是一种大巧若拙、无招胜有招的感觉。他套路老登的第1步是制造偶遇，他不是跑到养心殿去求见，因为求见就会有被拒绝的风险。眉庄选择在皇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创造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相遇场景。我不是来求你的，我们只是刚好碰上的。2个人相遇的时间点也是精心策划的，选在皇上刚刚下朝的时候，这正是皇上刚刚处理完工作，心理状态比较放松的时刻，警惕性也最低。而且最近前朝也没有什么棘手的事情，皇上下朝的步伐也是意气风发、轻松愉快的。眉庄套路老登的第2步，唤醒旧情。他找的借口是一个镯子，这个借口听起来有点平凡，甚至有一点拙劣，是个人就能看出蹊跷。但妙就妙在这个拙劣的借口背后捆绑了一个皇上无法拒绝的情感炸弹，这是你当年送我的，所以我舍不得。眉庄攻击的不是老登的理智，而是他的情感。皇上自己就会为这个拙劣的借口补上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果然还是爱朕的，只是性子傲，找个由头跟朕和好罢了。眉庄的第3步，直球一击。他说的最后这句话看似就是打了个直球，其实是非常高级的推拉技巧。拉呢，是碎玉轩里晾好了皇上爱喝的茶，意思是我已经原谅你了，碎玉轩的大门正在向你敞开。但是呢，他又推了一下，问皇上去喝吗？意思是我原谅你了，但我也挤兑你了这么多年，你是否愿意原谅我呢？这是不着痕迹的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甜枣，顺便把主动权交还给皇上手中，让皇上在这场游戏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性。不得不佩服眉庄这要命的松弛感，全程都懒得铺垫，懒得设计，只打直球。屏幕前的小伙伴给梅姐这波操作打几分呢？话说回来，眉庄的宫斗这么简单，反观好姐妹甄嬛和卷王安陵容，她们每次得宠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努力呢？其实无论是甄嬛还是安陵容，她们复宠是为了重新赢得皇上的爱与关注，从而夺回权力、地位以及安全感。这是一种长期斗争，他们的复宠名场面必须足够豪华、足够震撼，才能够重新在后宫立足，顺便震慑敌人。想要的多了，那付出的自然也就更多了。而梅姐姐根本不在乎老登，她的目的就是一次性的、功利性的，我需要你为我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当孩子的假爹。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方案。一旁的苏培盛为这段剧情收尾画上了点睛之笔。你说这太阳打哪儿出来了？还不快跟上！《甄嬛传》中贴身丫鬟或者太监的情感都是主子情绪的外化表现，这里苏培盛表现的就是纯粹的不加掩饰的震惊，这完全超出了他对后宫行为模式的数据库。皇上这些年在眉庄那里碰的钉子，小苏都是看在眼里的，他可太清楚眉庄在皇上心里留下的那根刺了。如今这块心病眼看就要好了，苏培盛这个情绪传达的是皇上心头那种美到眩晕的心态。这么多年他怎么突然想开了？这么多年他终于想开了。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呀。眉庄攻略老登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心态十分值得细品，那就是全程在一旁甜美助攻的彩月。大家看这个笑容啊，像极了那年皇上在存菊堂陪眉庄赏菊的那次。那么彩月是真的为了眉庄终于想开，走上了人生正轨而感到欣慰吗？绝对不是。彩月十分了解眉庄，知道她是绝对没有可能原谅皇上的。彩月的表现只是主仆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与配合。彩月是全程知情人，温实初是他请来的，当晚门外是他守着的，眉庄亲昵的叫实初，也从来不避讳他。幸了皇上和实初有奸情，所以他知道眉庄此刻所有的娇羞、怀念、柔情都是精心设计的剧本，而彩月的甜甜微笑也只是演给皇上和苏培盛看的。她就是眉庄这场行动中的最佳女配角。除了演戏，这其中也会含有一些欣慰，但这个欣慰绝对不是因为眉庄终于想开了原谅皇上，或者终于走上了人生的正轨，而是看到那个心如死灰、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小姐终于燃起了斗志，为了一个目标重新活了过来。彩月欣慰的根本原因是她看到了眉庄愿意主动出击，掌控自己的命运。咱们再来看眉庄宫斗的第3部，给孩子正式上户口这段剧情，她依旧全程只用了100秒。这个聚会只有自己人熹妃和中立角色宁贵人，眉庄特意选了个没有皇后阵营的小场子公布喜讯。酒席上，皇上自豪地表示熹妃有孕，快给她换上孕妇专用梅子汤，意思是别看这么多年真没孩子，但这下熹妃一下子就怀了俩，等过几个月这样偷偷惊艳所有人，让你们知道真不是孬种。对，眉庄找准了切入点，说臣妾看了这梅子汤很是开胃，您替臣妾向熹妃要一碗吧。他跟熹妃那么亲近，直接自己要不就得了，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绕开好姐妹跟皇上说呢？皇上说，你是能喝酒的，苏培盛，替惠嫔满上。这句话就暴露了皇上根本就不了解眉庄，也并不关心眉庄身体。首先，眉庄从不喝酒，从来不喝酒的人，偶尔醉了一回，吓着你了。其次，喝酒伤身，温实初看到眉庄喝酒就会劝他不要喝，酒醉伤身呢。但老登只图一乐，接着奏乐，接着舞，朕才不管你喝酒到底伤不伤身体呢。眉庄直接站起来打直球，臣妾有了身孕，实在不宜饮酒。皇上也惊得跟着站了起来，什么时候的事儿？有几个月啦？这句话第一反应并不是关心，而是确认，就像皇上知道甘露寺的甄嬛有孕之后一样，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先确认。温太医，情况如何？这段在第112期视频咱们分析过，忘记的小伙伴可以去回顾下。昨儿个觉得身子不爽，传温太医来一瞧，已有2个月的身孕。这句话虽然满满的松弛感，但实际上全是重点。昨天我才知道的这个消息，今天就告诉你们了。姐就是这么的松弛坦荡。眉庄特意等了2个月才公布喜讯，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时间点。因为如果时间太短，比如1个月，那么胎相不稳就很容易被皇后一党攻击，但时间太长也不好。如果等到3个月才上报，那显得好像自己刻意隐瞒，这样也会引起老登不必要的疑心。延禧宫的安嫔已有3个月的身孕了，皇后瞒得一丝不漏，但等安嫔胎相稳固之后才道出。而2个月是比较常规合理的，能够发现自己有孕的时间点。而且实际上眉庄已经怀孕3个月了，她是等到了胎相完全稳固才选择对外公布的。皇上掐指一算，时间正好对得上碎玉轩那次，所以立刻自己说服了自己。不错不错，算起来确实是有2个月了。恭喜惠嫔！皇上今天超开心，于是开始激情发言。今年夏天，宫里的菊花早早就开了，期间还担心是妖异之兆，
如今看来，原是主大喜的。这场戏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那就是宁贵人。导演和编剧为什么会安排他出现在这里呢？而且这场戏的最后也是定格在了宁贵人这个复杂表情的特写。这个镜头绝对是神来之笔。我们之前分析过，小叶子是全剧最犀利的人间清醒，他拥有洞悉别人最隐秘的情绪的能力。而且小叶子和眉庄之前是有1v1交谈的，所以他一直都知道眉庄早就不拿皇上当回事了，他自己也是一样的心理状态。所以将心比心，这种厌恶怎么可能突然消失，还变得恩爱有加，甚至有了孩子？这不符合人性的逻辑。小叶子凭借宴会上对眉庄的观察，从他的眼神中看不到真正爱一个人的光彩和喜悦，反而看到的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冷静和疏离。所以小叶子最后若有所思质疑的眼神，是导演编剧在告诉观众，眉庄这个局并非天衣无缝，只是被骗的人心甘情愿地沉浸其中。既然小叶子能看出来，那么深谙人性的皇后娘娘肯定也能发现猫腻儿。比如皇后曾经对皇上说过，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因为有所怀疑，所以她才会频繁派简秋到碎玉轩打探，连皇后也派简秋1日3趟的过来。我最烦简秋过来。安陵容更是不能理解，所以才会半夜跑到碎玉轩尬聊。这么晚来，没有打扰姐姐吧？你怎么有空来了？最终敏锐地发现了眉庄和温实初的私情，在滴血验亲局时给皇后战队上了大分。多谢温大人。可能盘到最后，全后宫也就只有皇上一个人被蒙在鼓里。那么好姐妹嬛嬛看出来了吗？眉庄虽然没有道出实情，但全程也没有对甄嬛掩饰自己的情感。人总要活下去，这日子也总要过下去。皇上是皇上，孩子是孩子，他怎可与我的孩子相提并论？嬛嬛全程大概处于一种隐约有所猜测，但不愿深究的状态。因为好姐妹之间相处的边界感，让她选择闭嘴。她相信眉庄的品行和智慧，知道她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理由，不问就是理解，就是尊重。细品之下，眉庄独立策划，并且执行了整个计划，甚至连最亲近的好姐妹嬛嬛也不能告知。这和甄嬛瞒天过海为腹中果郡王的孩子上户口其实是类似的手法，姐妹俩的经历殊途同归，形成了一个无比巧妙的呼应。皇上怎么会来这儿？你甚少穿的这样娇嫩的颜色，娇而不妖，是好看。皇上喜欢，那就是这件衣裳的福气了。